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讨论一下爱国，主要在逻辑思维层面来解释3个问题。第一，我爱不爱国？第二，爱国的本质是什么？第三，我们该如何爱国？本次视频会对所有追求理性的中国人有帮助，特别会帮助容易被贴上不爱国标签的人，应该如何对此回应？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都已经习惯被人说不爱国，甚至扣上各种帽子，叛徒、走狗、卖国贼、舔狗等等。我的很多视频下面也有人这样留言，相信我们的观众里面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遭遇。那么问题是，对中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对某一些事情持一些批评态度，就是不爱国吗？首先，逻辑上讲，说中国不好的地方，不代表否定了中国的好。就像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，对事不对人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今天你踢了我一脚，我谴责你，不代表否定了你以前曾扶过我一把。另外，一味的说中国好就是爱国吗？大家都看过古装剧，你想想，天天在皇帝面前说好话的都是些什么人？不就是大奸臣、大太监，整天跟皇帝说天下四海升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皇上你大可放心，大兴宫殿，壮大后宫就好了。谗言说白了不就是好听的话吗？说不好听的都是忠臣，冒死进谏，真正为国为民的都是说不好听的话，所以皇帝也不爱听。这也就是常说的忠言逆耳。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情节，商纣王的叔父比干直言劝谏，最后被挖心处死。像这样的事情在历朝历代都有，特别是在国家灭亡前期，亡国之君不都是听不进去不好听的话吗？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就是这样子？不小心透露了一个小粉红们不爱听的预言，不好意思了。所以，我不认为我不爱国，我如果真的不爱，我就会漠不关心了。有句话不就是这么说的吗？爱的对立面从来不是恨，而是漠不关心。这也是一句英语里的经典台词。而且，我认为所有的华人，不论是在大陆、香港、台湾，还是在美国、加拿大、世界各地，我们都是热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，热爱勤劳辛苦而又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，热爱并以身为华人而感到自豪。不管我们有哪些方面的不同，这一点是相同的。第二个问题，爱国的本质是什么？爱，我们就不多解释了，我们都会爱，而且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正在爱。那什么是国？我现在就问爱国的人，你说你爱国，那什么是国？中南海是国吗？还是天安门是国？政府大楼是国吗？你说你爱国，那你爱的什么国？你爱的是什么你都不清楚，你有什么资格谈爱？可能你爱习近平，那习近平是国吗？一个人代表一个国家有点夸张吧？那省部级以上干部是国吗？还是有点少吧？那所有共产党员是国吗？那也只是中国人口的5%嘛。所以说，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，那还是人民嘛。有些人说文化和传统，可这些都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。所以对于爱国的人，在逻辑上就能把他们怼到爱人民这上面来。所以爱国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是爱人民。就是说，真正的爱国应该是爱人民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中国有特色嘛，在中国爱国也有特色。虽然爱国真正的本质是爱人民，但是你在中国如果真的为人民发声，那你就惨了。在中国，多少维权律师被抓了起来，大家都知道的，曝光3鹿奶粉的记者，曝光地沟油的记者，中国打假药第一人，最后的结局不都是死吗？不信的可以自己查，甚至百度都查得到。所以，在中国，特色爱国对比真正的爱国已经变质了。在中国，爱国
或者说爱中国的本质就是爱体制、爱权贵，而且爱国的这个定义已经被很多人接受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讨厌爱国小粉红？这里的爱国就是第二个定义中的爱国。所以这第二题的答案就有两个，爱国有两个本质，对应两个不同的定义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了解了爱国的本质，我们应该如何爱国？这次我就不卖关子了，直接说答案。我的答案是，我们就不应该爱国。为什么呢？大家来看一下国家的定义，看这里国家的中文定义，领土、领地、垄断权、机构，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政治术语。英文对国家的定义就更简单了，直接说是政府。所以国家是什么？国家就是一个政治概念，用英文来讲就是一个 political term， 政治术语。人民需要政治吗？其实不需要。老百姓就是要衣食住行，要政治干嘛？有学者预测，未来人类没有国家，人们会以城市为中心生活。为什么人们会向往世外桃源？世外桃源说白了就是没有政治吗？那为什么会有政治、有国家？政治的产生就是一群有野心的人，通过保证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。国家的产生就是这样子。我说所有的，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为保证人民的权利而建立政府。中国也是这样，说是为人民服务而建立政府。既然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人民服务，国家只是一个中间媒介，那为什么要爱国家？举个例子，你买花送女朋友，花非常好看，你非常喜欢，那你是爱花还是爱你女朋友？如果爱国要伤害人民的利益，那这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？你送的花你女朋友不喜欢，但是你喜欢的不得了，难道你要换一个喜欢这个花的女朋友？所以从逻辑上讲，我们应该如何爱国？答案是我们不应该爱国，我们要爱人民。希望很多人不要本末倒置。如果你说你爱人民，除了你爱的权贵、爱的政府官员是人民，那些被欺压的百姓是不是人民？那些因为敢言被抓起来的记者是不是人民？那些为老百姓跟政府打官司的律师是不是人民？请问一下自己的良心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 Klaus，我们下次再见。